迎收看《寶傑點評》。為期38天的伊朗戰爭荷姆茲海峽的危機，到今天結束了嗎？昨天本來川普還說我要把一個文明給毀掉，我要對你極限施壓，沒有想到不到的這個等於施壓點的前2個小時，整個事情峰回路轉。現在兩邊要談了，兩邊要談2個禮拜。現在大家問的是，這2個禮拜還會不會橫生枝節？這2個禮拜還可不可能再起戰火？如果不能再起戰火的話，那現在整個中東的地區是不是可以被美國牢牢掌握在手上？如果真的中東地區被美國牢牢掌握在手上的話，那接下來川習會對中國又會產生多大的壓力呢？好，我們今天請到5位來賓，對方首位的財經專家黃世聰，你好，大家好。好，在美島電子報董事長吳子嘉，大家好。好，第3位是戰略專家林廷輝，大家好。好，第4位是永誠國際的投顧總監陳維良，大家好。好，第5位是萬寶週刊的總編輯莊正賢，大家好。沒有想到一個晚上，整個情勢峰回路轉。對，剛剛講的，現在居然在川普極限之下，他本來威脅說我要把一個文明給毀掉，甚至說我要把你的油廠、電廠，把你所有的道路全部摧毀的時候，伊朗說我們可以談了。接下來2個禮拜的協商時間，大家就會說，那2個禮拜會橫生枝節嗎？2個禮拜又會輕啟戰端嗎？大致上應該是不會了。為什麼不會？為什麼不會？因為雙方已經找到了共同點。我們談總是要有一個共同點嘛。對，雙方的共同點就是錢。Show me the money。大家可以談啊。你說川普過去以前的行為就是只要談到錢，對，就代表找到共識了，是，就找到交集了。對，談到錢，對，就有眉目了。我們昨天不是講嗎？你看。伊朗方面來說的話，他不是要收錢嗎？他說我這個荷姆茲海峽我要收錢，每燒的話1桶1塊錢啊，每燒200萬啊。那時候呢，川普說什麼？我應該由我美國來收啊，我也要收啊。所以顯見雙方有共識嘛，可以收錢，你可以收，我也要收。川普今天只要談到錢，就代表這個事情有眉目了，有的下台階了，有的共識了。是，而且昨天是在什麼樣的狀況下？今天伊朗說，我願意談，對，是因為我開始打你的哈爾克島，是，而且是我開始打你的電廠，我開始要打你的油田，是，這個就根本講。這個是革命衛隊的命脈，對革命衛隊來講，是他們不是宗教家，對，他們根本也是千里為官只為財，對，這個是打他們的錢的命脈，是，所以現在川普也知道說，原來你在乎什麼？你在乎哈爾克島，對嘛？原來你在乎什麼？你在乎電廠，原來你在乎什麼？在乎你的油田，是，我已經知道了，我現在掐你的脖子，然後進行和談。你說接下來和談有個關鍵就是，川普會透過這個和談去掌握整個中東嗎？對，他會掌握荷姆茲嗎？是，而且更誇張的是。我已經 promise 的，我會給你伊朗很多錢，對，很多的錢，這很多的錢要怎麼分呢？沒錯，因為這個川普已經看出來，其實伊朗革命衛隊他們就不像是過去的霍梅尼或者哈米尼這樣，他們是神學士。可是你革命衛隊不是，革命衛隊是這個中東這個伊朗最大的單位，最大的民營單位，最大的錢，什麼錢都讓他們在賺，所以他們最在意錢嘛。所以你看，川普最近的打擊，他不是打這個基礎建設，他去打你的化工廠，打你的石化廠，打你的鋼鐵廠，這些都是革命衛隊的錢啊！打到這樣，他就覺得非常的痛啊！因為我們曾經講過說，革命衛隊擁有的資產佔整個伊朗 GDP 的40%，對，而且它的出口大概也佔它的整個40%，對，也就是伊朗裡面很多工業的命脈，對，都是由革命衛隊所掌握，對，所以川普這幾天炸的什麼？都是去炸革命衛隊的資產。對，好，炸之後，炸到後來的話，革命衛队都打不下去了嘛。所以你看，革命衛隊透過什麼？他說穆吉塔巴，前一天我們才看到說穆吉塔巴搞不好人都走了，為什麼現在要突進穆吉塔巴？所以顯見他就是一個傀儡嘛，背鍋俠。傀儡，對。那真正發出來這個所謂停戰是什麼？他們國家的安全委員會發出來，這就是最高的單位。所以你顯見現在掌控單位的是誰？是國家安全委員會，後面是軍方的這個力量嘛。好，那現在談判是不是真的有了嘛？現在談判代表都來了嘛？伊朗要派出他們的國會的議長嘛？那美國就是副總統范斯，所以看起來真的要談了。所以你看，他這個川普就說什麼，與伊朗達成停火協議，美國取得徹底的勝利，100%完全沒有問題，毫無疑問。好，那他之後在4個小時間發了一個文章，他說這是世界和平的大日子，也會是中東的黃金時代。好，伊朗也希望這件事發生。然後他說什麼？美國這重點來了，美國將協助疏導荷姆茲海峽，開始賺大錢 ，Big money will be made。然後伊朗開始進行重建。那重建可以怎樣？你也可以賺錢啊。那作為美國總統，還有作為中東各國的代表，我感到非常的榮幸。所以呢，
它也代表了中東啊。所以看起來的話，真的，你看這裡面的最重要的錢，就是最重要的一句話，就是 Big money will be made。荷姆兹海峽疏通之後，你收我也收，大家一起來收。然後另外，這個伊朗石油可以賣出去啊，然後你可以重建啊，你可以開始重建啊，对，你可以用這個錢重建啊。因為伊朗談判的條件有一個，就是你要取消對我的所有制裁。是，如果你要取消對伊朗所有的制裁，最關鍵是你要讓我的石油可以賣出去。對，如果我的伊朗，第一個我的石油可以賣出去，第二個我的伊朗又可以在荷姆茲海峽去抽稅，對，抽保護費，對，那伊朗不就賺瘋了嗎？對啊，所以這件事，我跟你講，他為什麼要講這句話呢？他要給伊朗一個範本。你有沒有看過委內瑞拉？委內瑞拉搞到什麼程度？委內瑞拉現在股市的這幾個月漲幅全世界第一啊！对啊，股市漲幅第一啊，所以他就跟你講，你可以重建啊，你可以賺大錢啊。所以我相信啊，這個革命衛隊看到這一點來說，他也認為說，好了，我們其實不應該再打下去的一個狀況，所以雙方就願意坐下來談了嘛。可是他們現在不是有血海深仇嗎？你不是把人家的所謂的頭目啦，那把人家的這所謂的領導者、精神領袖，甚至所謂的接班梯隊，一個個都炸光了，而且你把我的什麼海軍司令也炸光了，你把我的這個所謂的橋也炸光了，然後這些都呼沒有關係，重來，沒錯。然後現在。伊朗跟美國可以手牽手嗎？寶姐，炸父親死掉的是穆吉塔巴嘛，不是革命衛隊啊。革命衛隊是現在掌實權的，他們有這種血海深仇啊。他們重點是什麼？他們重點是為了錢，為了未來的發展。如果假設你看這些都可以移除掉，未來的伊朗石油可以往外賣，然後我們可以抽這個稅。你要知道嗎？根據現在目前我的算法來說話，現在短時間不是停火嗎？對，停火協議裡面有一條，寶姐你知道嗎？現在短時間之內，伊朗跟阿曼可以收費那伊朗跟阿曼可以收費，你看他們就說現在短時間會這樣做，然後這筆錢是伊朗跟阿曼平分嘛，對，我們就假設來這樣講哦，海峽每一年可以收到900億美金的通行費，伊朗可以分到一半，就450億美金呢，所以這當然是可以用在戰後的這個重建啊。對，那你知道川普也不是說就直接這個完全不管，他說我們現在美軍會在最近還有 hang around， 我們還這邊晃來晃去，所以可見他還是繼續給予軍事上面的施壓，要求你真的要踏上這個談判桌的這個。因為剛剛講到，在伊朗的和平方案裡面的第2點要講到，我伊朗是持續掌控荷姆茲海峽，對，我要掌控荷姆茲海峽的意思什麼？我就是要抽稅、收錢，我就是要收錢。对，而且他收錢講得很保守，說我這個錢上來幹嘛？我就要做災害重建之用的。是，川普也講 ，Big money will be made。對，我的錢也會進來。是，代表雙方就這個部分已經談妥了。雙方的共識目前就是要錢，大家都可以賺，沒有問題。只是說現在比較難談成的問題是在核鈾濃縮這個部分。那鈾濃縮這個部分來說的話，伊朗玩了一個巧手，我們可以稍微觀察哦。他在給這個國際的這個狀況裡面來說，國際的英文版裡面來說的話，是說伊朗是可以這個接受美國的條件哦，但是。他在這個給國內的波斯版裡面來說是這樣，接受伊朗可以為其核計劃進行鈾濃縮，這是有這一條，但是國外是沒有這一件的，所以顯然他們也在玩兩手策略。玩兩手策略當然就是給國外看，說我們的確要這樣做，但是你要給我大內宣啊，所以才說目前為止看起來的話，雙方真的慢慢有可達成這個協議的這個可能性。好，那我們再來看為什麼川普目前為止要這樣做？你看，他前一陣子就炸了嘛，哈爾克島炸了之後，你看。昨天就是不是我們昨天看到這個消息，要睡覺之前不是說炸了哈爾克島非常多設施嗎？對，因為哈爾克島就是誰？革命衛隊的核心的賺錢的這個部位啊，他炸了什麼？他的機場一大堆東西都被他炸掉了。也就是如果你從這個圖上看，導播看這個圖上面，你的港口、你的這個油管、你的所有的基礎設施、郵輪碼頭，全部都已經布局出來。他昨天打得非常精準，是。我沒有打到你的油田，我也沒有打你的設施，是，但我把你的港口、把你的碼頭、我把你的所有的剛剛講的你的衛星，對，全部都端掉。對，而且你看上一次我們不是講了，美國軍官不是掉到這個山洞裡面，美國進去援救，你大家可以看出來，美國目前為止如入無人之境，你有辦法跟他打嗎？對，所以看到目前為止，革命隊大家也知道，我已經被你摧毀了差不多，我沒有空軍，沒有海軍，陸軍的這個實力，你看雙方駁火，所以他們不是已經有這個伊朗的人員，這個地面上部隊跟美軍駁火。伊朗死了一堆人，美國都沒有死也就是我在地面部隊上面其實也有較量。對啊，那你就知道說完全不能夠打了，不是個同一個量級嘛，所以到目前為止來說，當然就只能夠這個乖乖的認輸嘛。而且我覺得我們再看下一張，對川普來講的話，他有所謂的壓力，什麼壓力呢？因為我們知道5月中他要去中國訪問，你看哦，我現在你看大家可以稍微算一下。從今天開始的2個禮拜，大概就是4月底。4月底距離5月中還有2個禮拜，所以他可以在如果真的假設談不成，我還有1-2個禮拜可以收縮的時間。那確保什麼？確保我去見習近平的時候，我一定把這個完全解決嘛。所以你說重點在於說，剛剛講到
他之前沒有見習近平，是因為伊朗的風暴還在持續進行。現在我要在這個時候開始收尾，就是我要把阿收比的時間給控制出來，就是要在習近平之前，我完全掌控伊朗。對，為什麼完全掌控伊朗跟他去見習近平這麼重要呢？當然很重要。你看，我近半年來，我端掉你的委內瑞拉，我端掉伊朗。假設我真的伊朗跟我和談，古巴目前也搖搖欲墜，你的現在盟友剩下誰？剩下北韓。所以呢，今天有個非常有意思哦，今天突然之間，王毅到北韓去訪問。所以呢，這個為什麼？這顯然，中國也知道你在玩什麼把戲。因為川普這兩天講，我跟金小胖是好朋友，交情不錯啊。那金正恩在我的面前還去罵拜登是個笨蛋，是個老頭子。對啊，那等於說我跟金正恩，他在強調我跟金正恩是有交情的。对。我端掉了委內瑞拉，我現在端掉了伊朗，他現在已經講我接下來我就要搞古巴，古巴搞不好，我現在口袋名單是北韓。對，所以呢，這個對中國壓力多大？然後我又控制了荷姆茲海峽，那荷姆茲海峽，你中國石油都被我控制住，所以才說，其實他在玩一個更大的一盤局，就是我要把這個中國的盟友都端掉，然後我要控制伊朗，控制中東之後，你中國還能拿什麼來跟我以前中國有個叫做馬六甲夢魘、馬六甲困境，是你現在不但是有馬六甲困境，你現在又加了一個荷姆茲。對，我把它推到荷姆茲海峽去，那你就知道說，對中國來說更是動彈不得。所以說，其實川普呢一定確保他希望能夠在川習會之前把伊朗的問題趕快搞定。好，廷輝，我們不是學國際政治，我們對這種國際的這個文宣文告我們不了解。你說看了川普的文告，你嚇了一跳。川普的文告裡面剛剛講的說，我也代表整個中東國家對這樣的一個結果表示歡迎。他憑什麼代表中東國家？他如果這樣講，就代表中東國家都已經跟他談了。那如果中東國家都已經跟他談了，難道中東國家這些所有東西都已經掌握在他手上了嗎？你覺得中東國家跟他談了嗎？沒有談嗎？其實川普就是耍流氓。耍流氓。對，你看到他的文告的最後一句是什麼？我代表美國總統。這他當然可以代表，但是民選出來的。他說他也代表中東各國。对，中東各國，那來跟伊朗談這件事情。請問一下，中東這麼多國家。有坐下來開一個會，說我們授權川普總統去跟伊朗談嗎？沒有，從來沒有這件事情。所以這顯然一件事情很重要，川普知道我直接叫中東國家吞下去，我反正跟伊朗談了什麼事情，你就給我吞下去。中東要吞，所以中東一定會吞嗎？一定會吞，一定會吞。為什麼呢？因為他們跟伊朗之間的關係這個有同仇敵愾的這種概念，所以你看到接下來川普要做一件事情。做大生意，我們看到聞到那個錢的味道的時候， 對 big money， 他連 big money 都講出來的時候，這時候你就知道戰爭真的是大概告一段落。那為什麼會這樣子？所以你跟世忠有同樣的感覺，當川普每次談到錢，當錢有眉目，就代表事情就有眉目了。是你想想看一件事，戰爭一開始的時候，川普要求美國，要求英國、德國、法國做什麼事情？自己派船來護那個荷姆茲海峽，中國你也派啊，日本你也派啊，結果這些國家說我沒錢啊，我也不派，對不對？而且那不是我的戰爭。那川普就說，開玩笑，美國的船只有1%在那裡而已，其他的99%、99%裡面又分為日本95%，韓國30幾%，中國90幾%，然後你英國、德國每個都是一個大量的這個遊輪在那邊跑來跑去的，結果呢，大家免費的用這個荷姆茲海峽。今天他就跟伊朗兩個就耍流氓，兩個就什麼收錢，開始跟全世界收錢了。他是耍這一招來講，兩個那個唱雙簧，你知道嗎？我覺得這個根本就早就算好了，因為伊朗這裡就講了，我一艘船收你200萬美金。我在想着為什麼一艘船要收200萬美金？搞了半天是最大的油輪一艘船可以有200萬桶的原油，200萬桶的原油，一桶油是1塊錢，剛好200萬桶就是200萬。他們早就把這個東西給算好了，你知道，而且從來沒有改過。你知道，按照海洋法公約這個地方叫做過境通行權。什麼叫過境通行權？免費的。結果以往都是免費的，現在來講話，川普跟伊朗要收錢了。當伊朗聽到說，我也可以收錢了，分一杯羹嘛，那要分多少來談嘛，對不對？4、5分，4、6分還是5、5分嘛？怎麼分都好，對，怎麼分都可以，大家都有錢嘛。所以那有人算哦。如果今天你真的可以收這個錢，剛剛講世忠算了，它是900億到1000億，900億到1000億是比他賣石油還要賺得更多。對啊，然後再來一件事情，誰最吃虧？中國嘛，因為中國的油輪最多嘛，它不是只有跟伊朗買啊，它還跟巴林啊，還有這個阿布達比這個阿聯酋啊，或者是什麼都要經過這裡，都有經過，所以其實吃虧的就是中國，還有韓國。對，還有再來一件事情，川普在講 big money 的時候，他還講說，整個伊朗未來重建的話，我美國可以 supply 所有的東西。什麼叫 supply 所有東西？供應商啊。
美商全部都進去了。那不跟委內瑞拉一樣？那代表說什麼？以前中國的一帶一路那些廠商在那邊了，完蛋了。因為什麼呢？因為那個生意是給美國做的，不是給中國來做的。所以有人說去炸那個橋也好，幹嘛跟一帶一路是有關係。但是我倒是認為說，它的重建啊，才是跟美商是有關係的。對，那它重建跟美商有關係，你再看到他要炸那個電廠，有人說那個電廠啊，持股啊，說不定啊，革命衛隊沒有那麼多。對，但問題是你電廠一炸下去的話，你沒有電的話，你的金融體系也怎麼辦？對，你的這個 ATM 怎麼用？對不對？這個電廠啊，不是只有提供伊朗內部的電而已，它還提供土耳其提供阿美尼亞這些地方來講的話，他們馬上全部都跑出來啦。所以等打到痛點的時候，會痛的時候，他們才會願意談。你一直在打那些東西不痛的時候，他不會談。所以我一邊打你，讓你很痛；一邊我用巨大的利益來勾引你，棒子跟胡蘿蔔一起下。這是傳統美國外交典型的政策。那胡蘿蔔跟巨棒外交這兩個同時在進行的時候，這時候呢，你當然會跑到這個胡蘿蔔這邊，跟好好的跟川普談一談。好，所以吳總，昨天你就要講了。昨天這樣講，你今天如果可以讓他在荷姆茲海峽收費，如果我今天可以讓你開一個新航道，如果我今天可以讓你在中間有 broker 可以在中間穿梭，那代表美國一定知道，美國知道不動就代表美國默許，美國默許就代表美國跟這個所謂的伊朗之間一定有一條線在溝通。結果今天這條線就浮出來了，在最後關鍵時刻，跟他講的，我就盯着你說我要把你文明毀掉之前，伊朗已經妥協了。我曾經講過一句話，在國際政治裡面沒有偶然的事情，對不对？然後昨天就有一個很奇怪的新聞，有一個家伙，紐約的家伙跑去拍照，對不對？然後這個奇怪的故事，調查員3號還掉到海裡面去，還全身還淋着濕濕的爬上來。對，那故事我覺得荒謬，我覺得這個事情是怎麼回事啊？那怎麼會有一個人跑去幹這個事？對，這個當然是整個故事的鋪墊嘛。那故意有人漏一個新聞出來，後面有新的東西都今天出來了。對，所以昨天的新聞我就已經開始的概念就是，第一個它是跟阿曼平分嘛，對不對？那這個錢怎麼處理啊？那個金融的處理的過程，也就是你今天要跟所有人收費、收通行費，是伊朗跟他對面的阿曼同時分錢的，當然是嘛。所以這個裡面啊，一定是有中情局或是美國當局外交系統在運作了。那外交系統運作，最近你看到一個，我們來算一個最簡單的一個這個棋局的，如果不投降，如果不合作，那伊朗怎麼辦？你先算嘛。俄羅斯有沒有挺他？沒有。中國有沒有挺他？沒有。他不是講說什麼王毅突然打了一通電話，然後叫伊朗說你就投降吧。王毅跟海灣國家的投資量更大，關係更好。那後面好，你就知道，所以伊朗是被孤立的一個國家，對不对？然後更可怕在哪裡，你知道吧？整個海灣國家，今天我昨天不講了一句話嗎？你記不記得？我說伊朗，我說美軍的軍事的費用的作戰的預算是由海灣國家提供。對，我昨天在這節目裡面已經講了，沒錯，對不對？他今天代表人家了。他根本就是他有金主，我代表美利堅合眾國以總統身份，同時也代表中東各國，榮幸看到這個長時間的問題即將得到解決。川普要打這個仗，有2個環節要解決掉。第一個，通膨不能發生，所以他讓你荷姆茲海峽對石油一直也逼着游過去的，通膨壓下來100塊美金左右或以下，第一個要做到了，對不對？然後美國國內沒有抗議的，然後第二個，軍費怎麼辦？這裡花了300-400億美金啊！對啊，這個錢誰給？當然是這些中東凱子給。中東凱子給，當然是凱子給錢嘛。所有這能報賬嗎？阿拉伯國家，你聽我講，阿拉伯國家只要不打仗，什麼都好，錢小事一樁。什麼伊朗新建，什麼重建費用，伊朗什麼賠款，我跟你講，這個通通不是問題。不會是美國人拿錢給他，美國沒這回事，你阿拉伯凱子拿錢給他嘛？所以這整個的政治的運作早就開始了，只是今天它有一個突破，它突破的表面上看起來就是說，革命衛隊它是一個整個很強的一個軍事系統，可真正主導這個政府的還是他的總理的外交系統在運作。對，談判是外交系統在運作。可是不擔心說他現在什麼分成31區，然後呢，現在各個山頭都有自己的飛彈，都有自己的部隊，他們可以各自為政。然後呢，我今天就像唐朝藩鎮割據一樣，我地方部隊不聽你中央的啊，沒有這回事，沒這回事。當然沒這回事，你要不要發薪水嘛？那錢在誰手上嘛？
對不對？誰拿到誰是金主，誰是老大嘛？那這個政府的經費現在是誰在給的嘛？所以他荷姆茲海峽先給你幾百億美金的發錢嘛，然後你石油可以繼續賣嘛，然後中共繼續賣他的這個，繼續付他的人民幣。對，所以伊朗的人的政府的收入跟伊朗人的老百姓的生活如常。如果你看到最近的伊朗在德黑蘭這些有些地方的照片的話，那個一樣啊。对，这個照樣過，跟平常生活一模一樣，完全沒有受到戰爭的影響。而且最重要，我昨天講一個概念，它那個整個作戰的能量在降低，它的精確度在提高，對，表示它的整個的量級已經在降了好幾級了。那這個目的何在？他說繼續讓它發揮，讓它打。那打過去啊，一看到說，只要伊朗一動手，馬上美軍、以色列聯軍立刻會反攻，把那個基地摧毀掉，對不對？最近沒有這種消息啊，在兩邊搞來搞去，搞了半天哦，談判嘛。那我還有一個，我最近看過一段資料啦，在形容伊朗人的本質。伊朗人有個特質，你知道嗎？伊朗人談什麼都好，談到錢啊，我跟你講，通通好商量。伊朗人啊，視錢如命，真假的？他什麼樣的苦日子過得沒關係，你只要給我錢就可以。所以這個一定是鈔票先擺平了，對，他這個整個政府拿到錢了，他的人民的痛苦的是日子可以解決掉，所以這個停火是第一波的開始，後面那些條件跟談判啊，其實川普根本無所謂，你只要讓我能夠回家，美軍撤退，而且他的條件剛剛施宗講得很對，是委內瑞拉條件啊，委內瑞拉是什麼條件？是兩個部分。第一個部分是代理權，對，油的代理權。我做 broker， 貿易公司，他做商業部分啊，那主權他完全不碰到哦。我只是做我做 trading， 商業部分很單純啊。第二部分是什麼東西？投資，大筆投資。所以我要進到裡面去做重建。對，所以他說那是重建後面的東西。那他掌握的什麼東西？他掌握的石油，好像現在不得了了。他現在把中東的油源全部掌握，他現在美國已經是世界第一大石油跟天然氣的整個主導的大國。對，他只有做了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他把綠能全面的推翻掉，讓他恢復到美國的優勢，就是石化，就是回到石油的時代，回到石油的時代就是川普的時代。对。那这不跟你，那你那些搞個太陽能、搞風能的那些東西，他理都不理你。所以他一搞，他現在已經變成回到全世界的第一霸權，這個地位已經確定了。那這個基礎情況之下，我請問你，他今年年底的期中選舉會不會有困難？當然沒有困難啊。你剛剛講到說，是不是習近平之前很重要？不是只有習近平關係伊朗。全球端都關係伊朗，包括我們家的小賴都關係伊朗。這個玩意不解決掉，我頭都昏了，你知道嗎？台灣的油源、台灣天然氣怎麼辦？對，台灣天然氣就2個禮拜到3個禮拜的庫存，你如果一搞的話，這個停電，對不對？所以這個是川普，如果這個順利發展下去的話，他當然打個大勝仗，而且所有的經費全部是由阿拉伯凱子負責買單。好，不過廷輝剛才講到，我現在是特別在川習會之前，我一定要把這個事情搞定，也就是川普搞定了這個伊朗，我已經搞定委內瑞拉，我又搞定伊朗，接下來是古巴，接下來又是北韓，又是俄羅斯，這個真的是劍指中國，就完全把中國給包圍了嗎？對啊，請問中國有什麼籌碼？沒有嗎？中國是很重要的石油進口國呢。他不是說他打了電話就把這個事情給擺平了嗎？他不是說他最後的贏武者嗎？中國常常打嘴炮而已啊，他能做什麼東西？他有派兵去嗎？沒有，他有派任何的什麼實質的東西去幫助伊朗或是幫助波灣國家嗎？沒有啊，完全沒有，被人家看破手腳啊。所以現在不是關鍵是習近平能不能跟川普談的問題，這現在習近平是錯了蛋的原因，是因為川普接下來開的條件，他能不能吞得下去？因為接下來的川習會哦，川普絕對不可能兩手空空從中國帶回什麼2串膠回到美國去，這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他一定要從習近平那邊拿到更多東西，而那個東西呢，絕對不是什麼買大豆啊、買波音飛機啊可以解決的事情。因為那個東西呢，對川普來講的話，他認為你本來就要買的。你本來就要買，你怎麼可以拿本來要買的東西來跟我談判呢？你要買900架的波音737飛機，你要買我多少噸的大豆，買多少的玉米，這不算數。這不算數，因為本來照道理講，你也本來在這我第一任任期就要買的，只是你食言。然後現在你要買的東西，就是你本來就是我要賣給你的東西，怎麼可以拿我要賣給你的東西拿來跟我談判呢？所以
川普一定有跟習近平要更多東西，而只是我們目前可能不知道在要什麼東西而已。但是當你整個全世界，包含中東、中南美洲，整個你看到巴拿馬也是被美國完全控制啊。然後呢，接下来委內瑞拉、伊朗，整個中東破壞國家被美國控制情況之下，中國有什麼東西可以跟美國談？我現在還在幫習近平思考當中。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內容，歡迎你抖內相挺，用一杯咖啡、一杯好茶的心意，支持團隊製作更好的精彩內容。而你的超級留言，我都會認真看的。57台每晚9點，寶潔點兵點出全球戰略新佈局。